冬日午后，苏府后花园的草木已落尽生机，唯有一处草庵飘来淡淡的药香，让这冷清的冬日多了一丝生气。草庵内，少年医师陆谨言正专心熬着一锅药汤，他侧身坐在木榻上，身姿笔直，素白长袍衬得他如玉般清冷。这药喝了不止治病，恐怕连性子也能清冷3分。女主苏念站在门边，撑着门框，目光意味深长地打量着这位青梅竹马。苏念，现代医学生，昨天还在实验室跟师兄讨论课题，结果莫名其妙穿到一本烂俗的古代言情小说里，成了这个恶毒女配。按照剧情，她的任务是破坏男主陆谨言的幸福，并在他厌恶值达到100%后回到现实世界。然而现在的厌恶值是0。苏念瞪着系统面板，忍不住爆了句粗，我都这么让人不爽了，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宿主努力提升啊。系统发出一声机械音，快按我的剧本行动，打翻他的药罐，让他嫌弃你笨手笨脚。苏念翻了个白眼，你这剧本确定不是在整我？陆谨言。苏念走进草庵，一副骄纵小姐的模样，语气故意拔高，你整天鼓捣这些苦涩的玩意儿，谁受得了啊？陆谨言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冷冷道，受不了就别来，免得我这药汤真的苦到你的心。说完，他重新低头，专注地搅动锅里的药液。这人怎么就这么冷？苏念在心里腹诽，转身假装不小心碰到了桌边，将熬药的陶罐撞翻在地。哎呀，不小心的啦！他故作慌张地后退一步，娇声喊着，药汤洒了一地，淡淡的苦香弥漫在空气中。陆谨言抬起眼皮，扫了一眼狼藉的地面，又看向苏念，语气平静如水，你这双手比病人的病还棘手。苏念一口气差点没上来，你就这么冷静？要没了哎。要啊。陆谨言淡淡的收回目光，转身去橱柜拿出一罐草药，又重新开始熬煮，一句话也莫多说。苏念看着他毫无波动的脸，内心已经开始崩溃。系统，怎么回事？这人是不是心如死水，对什么都不生气啊？系统也很无奈。宿主，继续努力，这只是第一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小厮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少爷，您这药刚刚练好了又被翻了，真是辛苦啊。说话的是陆谨言的贴身小厮，名叫小朗。这人身形瘦小，眉目清秀，但嘴巴毒得很。他转头看向苏念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，苏小姐，您这双手还是保险点，别再祸害咱少爷的药罐了。苏念还没来得及反击，自己的贴身婢女芙蓉就冲了进来，一副不服气的样子。小朗，我家小姐那是天生娇贵，您少爷的药罐不过是一个破罐子，摔了又如何？小朗冷哼一声，破罐子，这可是我家少爷亲手制作的药罐，摔了能还原吗？可不像某些人，摔了脸还能往上贴金。芙蓉气得瞪眼，双手叉腰，你再说一遍试试。两人互相瞪着对方，气氛剑拔弩张，庞福随时都要打起来。行了，陆谨言的声音从药炉旁传来，冷冷地止住小朗，不过一个药罐，熬了就是。苏念在旁边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一个主子冷如冰山，一个下人毒如刀子，这组合真是绝了。苏念深吸一口气，决定按照系统的第2条指示，并每人套路，既然捣乱药罐没效果，那就直接表演昏倒，测试一下陆谨言的底线。他默默地站在陆谨言背后，深吸一口气，双眼一翻，软绵绵地倒了下去。啊！
苏念一声轻呼，整个人往地上栽去。芙蓉惊慌地扑过来：“小姐，小姐您怎么了？”陆谨言皱了皱眉，站起身走过来，蹲下身给苏念把了把脉。他的手指微微一读，抬起头看着他的脸。苏念，苏念装得很虚弱，闭着眼睛喃喃应了一声。陆谨言忽然站起来，语气淡然：“芙蓉，去拿一盆冷水来。”啊！芙蓉愣了一下，连忙去取水。几分钟后，冷水直接泼到了苏念脸上。啊！苏念跳起来，指着陆谨言大喊：“你疯了吗？泼我水！”陆谨言双手负在身后，冷冷道：“下一次想假装昏倒的时候，记得把手心弄凉一点，脉搏也得压下来，别再像刚才那样虚假。”苏念，芙蓉忍不住笑喷：“小姐，这次算是翻车了吧？”小朗在旁边补刀：“少爷的医术，假装病老也逃不过的。”苏念深吸一口气，拳头握得死死的。这个人，我非让他厌恶我不可。陆谨言转身走回药炉边，淡然的声音传来：“想让我讨厌你？苏念，你还差得远呢。”夜色渐深，苏念坐在房里，望着系统面板上依然是厌恶值0的数字，抓狂的大喊：“这到底是什么奇葩任务？这人怎么回事？厌恶值真的升得起来吗？”系统冷静的回应：“宿主，加油，还有99%需要努力。我现在想先把你给拆了。”窗外的风卷起苏府后花园的枯叶，带来一丝寒意，而他的内心更是崩溃到想掀桌。苏府前厅，晨光初起，晨曦透过窗棂洒进苏府的前厅。苏念一袭杏色襦裙，慵懒地坐在榻上，一手端着茶盏，一手漫不经心地抚着桌上的瓷壶。他嘴角微微扬起，心里暗暗策划着今天的第二波行动。昨天的药罐事件和假昏倒虽然全线崩盘，但他深信自己是现代智商担当，怎么可能被一个冷面医师玩弄于股掌之间？苏念对着空气轻哼一声：“今天不信弄不出点厌恶值。”小姐，您又在想什么坏主意呢？芙蓉端着热茶走进来，一脸怀疑地看着自家主子。什么坏主意？我这是正义之举。苏念翘起二郎腿，得意地说。芙蓉小声嘟囔：“昨天的正义之举差点把少爷的药罐给烧了。”苏念白了他一眼：“你这丫头嘴巴怎么比那个小朗还毒？”苏念选了一处平坦的地面，专门挑陆谨言经过的路段准备假昏倒。他做了几个深呼吸，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，决定这次要逼真的令人起鸡皮疙瘩。远处，一抹白色身影缓缓走来，正是陆谨言。他手中提着一个竹箱，应该是刚刚从诊堂返回。苏念心中暗暗窃喜，时机正好，来了。他心里默数着步伐：5步、3步、1步。就在陆谨言快要靠近的瞬间，苏念突然抬手扶额，身体往后一仰。啊！伴随着他的一声轻呼，他完美的以优雅的弧度向后倒去。陆谨言果然停住了脚步，目光落在他身上。芙蓉远远地看到这一幕，急忙跑过来大喊：“小姐，您怎么了？”陆谨言蹲下身，伸手探向苏念的手腕，轻轻把了把脉。苏念屏住呼吸，心里暗暗得意，这次假装的天衣无缝，他应该会觉得我矫情吧。不料，陆谨言突然站起来，语气冷静地说了一句：“小朗。”远处的小朗正准备搬药材，听到自家少爷喊他，立刻放下手中的东西跑了过来。少爷，什么事？去取一桶冰水来。小朗愣住了。冰水？是的。陆谨言平静地点头。苏念听到这句话，顿时头皮发麻。等等，冰水？他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，
冷冷的水已经从头淋了下来。啊！苏念一个机灵，从地上跳了起来。你疯了吗？陆谨言，你竟然往我头上泼水！陆谨言站在一旁，目光淡然地看着他。下一次想假装昏倒的话，记得脉搏别跳得那么急，手心也凉一点。苏念气得瞪眼。你什么？陆谨言语气平静。苏念捂着脸，气得原地跺脚。系统，他是不是有病？他怎么这么冷静？系统冷静的回应：宿主加油。厌恶值还是0。芙蓉站在一旁，看着苏念全身湿透的样子，憋着笑说：小姐，您这次可真狼狈。小朗在一旁补刀：狼狈什么？这是艺术效果。芙蓉瞪了小朗一眼：你懂什么？我家小姐这叫天生丽质，泥里也能开花。小朗冷哼一声：开花不一定，结果也难说。你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你家小姐。芙蓉做事要揍人。小朗迅速躲到了陆谨言身后。少爷救命！陆谨言冷冷扫了小朗一眼：你很闲吗？小朗立刻噤声，站直身子：不闲，不闲，刚刚说错话了。芙蓉气得跺脚：小朗，有本事下次别躲少爷身后。小朗一脸得意：那你别打我啊。苏念回到房间，对着系统的数据面板彻底崩溃。系统，怎么回事？厌恶值怎么还是0？系统冷静地回答：宿主，你还不够努力。我已经够努力了好吗？今天都湿成落汤鸡了。系统语气依然平静：宿主，这只是一个小挑战，未来还有无数机会。苏念咬牙切齿：无数机会？这任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陆谨言是不是天生不会生气？他一头倒在床上，望着头顶的木梁出神。陆谨言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讨厌我。就算是木头，我也能把它烧成灰。窗外月光洒下，照在他倔强的脸上。阳光穿过雕花窗棂洒进来。苏念坐在雕花圆桌旁，手里把玩着一枚刚刚剥壳的栗子。芙蓉则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为他准备茶水。小姐，您今天要做什么计划？苏念抬起眼皮瞥了芙蓉一眼。计划当然是实施恶毒女配语录第2波。芙蓉满脸疑惑：什么是语录？苏念嘴角一勾，眼里闪过一丝算计的光芒。简单说，就是嘴炮升级版。我要用言语刺激陆谨言，让他气得跳脚。芙蓉小声嘀咕：少爷他跳脚是不可能的，这人冷得像块石头。你这丫头闭嘴！苏念猛地将栗子往桌上一拍，站起来甩了甩衣袖。今天这一波，我就不信他还不动气。苏念踩着轻快的步子，一路哼着歌走进药房。推门的一瞬间，迎面而来的药香让他忍不住皱了皱鼻子。他站在门口，摆出一副嫌弃的表情。这味道可真够呛人的，你整天熬这些东西，不嫌烦吗？陆谨言低头专注地搅拌药液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不烦。苏念一怔，这么冷淡，这可不像小说里男主应有的反应。他索性走到桌边，故意用手抚着桌上的药草，装作不小心将一小撮草药洒在地上。哎呀，这药看起来这么贵重，你少了一些应该没事吧？陆谨言的眼神终于落在他身上，他冷冷扫了一眼地上的药草。我有事吗？苏念瞬间被他反问的一噎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继续按照系统提示来了句经典语录：你知道吗？像你这种冷冰冰的人，谁靠近你都会觉得寒心。陆谨言挑了挑眉，将熬好的药汤盛入瓷碗中。很好，下次可以直接拿冰块靠近我，更省事。苏念差点咬碎一口牙，这什么人啊？不仅不生气，还反将他一军。苏念气得跺脚。芙蓉看不下去，
立刻站出来为小姐打抱不平。少爷，您就算冷也不能这么冷啊，哪有像您这样对小姐说话的？小朗抱着双臂从旁边冷笑，你家小姐这语气，像是来砸场子的吧？芙蓉不甘示弱地回嘴，我家小姐说话向来天生丽质，怎么你少爷这磨钢筋混凝土呢？小朗挑了挑眉，脸上带着玩味的笑意。钢筋混凝土是什么？听起来倒是比小姐的舌头硬多了。芙蓉气得脸通红。小朗，再多说一遍试试。你家小姐自己都没说什么，你急什么？芙蓉瞪着小朗，做事要冲上去。小朗灵巧地躲到陆谨言身后。少爷，救命啊！陆谨言瞥了一眼小朗，你没事多搬几箱药材，别老躲在这挑事。小朗立刻站直，少爷说得对，我这就去。芙蓉气得跺脚。小朗，你等着。药房的气氛稍稍安静下来。苏念看着陆谨言冷静自若的样子，忍不住开口，陆谨言，你是不是根本不懂人情世故？你这样冷着脸，真的有人愿意跟你来往吗？陆谨言抬眼看着他，眼神平静如水。你来往得很勤快。苏念被堵得哑口无言，他转身猛地坐下，端起桌上的茶盏狠狠喝了一口。系统，这人是不是有毛病？魏石魔说什么都不生气。系统回答的一如既往冷静。宿主加油。厌恶值依然是0。苏念心里一阵憋屈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决定豁出去放大招。我告诉你，陆谨言，就算你再努力，这世上也不会有人喜欢你这种冷冰冰的人。这句话一出口，整个房间一片寂静。苏念偷瞄了一眼陆谨言，想看看他的反应。然而，陆谨言却淡淡的笑了笑。很好，不会有人喜欢我，所以你也不例外。苏念，回到房间的苏念瘫倒在床上，脑海里不停回放着陆谨言那句话。很好，不会有人喜欢我，所以你也不例外。这人真的有病吧？小姐，芙蓉端着热茶走进来。您今天又没成功吗？苏念咬着牙点点头。那个陆谨言，真是块不化的冰山。小姐，您别气馁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找到他讨厌您的方法。苏念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不仅要找到，还要让他讨厌到牙痒痒。他猛地坐起身。芙蓉，明天咱们升级计划。好的，小姐。窗外夜风徐徐，苏念的目光变得坚定。冬日晴空万里，枯黄的树叶在微风中打着旋落在苏念的脚边。他正靠在长廊的红木柱上，一边吃着芙蓉剥好的橘子，一边观察远处正在诊治仆人的陆谨言。小姐，芙蓉小心翼翼地凑过来，这次又要搞什么大计划？苏念咬下一半橘子，眼神意味深长。芙蓉，你说，陆谨言是不是从小就这么冷冰冰？芙蓉想了想，认真点头。少爷确实冷，但也不完全。小时候您病重时，他可是对您可好了。苏念停下吃橘子的手，眉毛挑了起来。哦，怎么个好法？芙蓉满脸兴奋地说。有一次小姐发高烧，少爷听说有种山药能退热，连夜跑到后山去摘，结果摔伤了腿，回来还死不承认，自己硬着头皮医治自己。苏念愣住了，这种狗血剧情竟然是真的。他捏着橘子陷入沉思，良久才悠悠地说，既然他不愿意提，那我就帮他回忆回忆。苏念一脚踏进药房，故作随意地靠在门框上。陆谨言，你记得小时候的后山吧？陆谨言头也不抬，淡淡应了一声，记得。苏念见他没有什么情绪波动，有些不满地挑了挑眉。那你记得有次你摔伤的事吗？陆谨言终于抬起头，眼神平静地看着他。记得，又怎么了？
你不觉得丢脸吗？为了点药草摔成那样。苏念故意挑衅道。丢脸？陆谨言低头笑了一下，语气平静的出奇。不丢脸？苏念有些抓狂。怎么可能不丢脸？你可是少爷呀，还不是为了我这个小屁孩。陆谨言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抬眼看着他。你是小屁孩？可那时候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。苏念一怔。朋友？陆谨言微微点头。对，朋友。我可以摔一次。苏念嘴角一抽，心里默默咒骂，这什么逆向操作？我不是要感动，这是在找你的黑历史啊。芙蓉站在门外听得津津有味，忍不住插嘴。少爷，原来您这么有义气。小朗从药房另一侧走过来，翻了个白眼。义气？也就小时候吧。现在这张脸跟冰山一样。芙蓉冷哼一声，比你这个下人动不动挑事的好得多。小朗不甘示弱的回嘴。挑事怎么了？比你家小姐只会嘴炮强吧？芙蓉气得叉腰。你说谁嘴炮？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小朗懒洋洋地靠在门框上。说就说。嘴炮。芙蓉做事要扑上去。小朗灵巧地一转身，躲到陆谨言身后。少爷，救命！陆谨言淡淡扫了他一眼。小朗，药材整理完了吗？小朗立刻站直，身子硬得像根竹子。整理好了，少爷。那么，去煮药。是。小朗赶忙溜了出去，留下芙蓉得意的冷哼一声。敢跟我斗，嘿！苏念看着面前的陆谨言，忽然间觉得他的冷漠让人有些捉摸不透。陆谨言，你是真的什么都不在乎吗？陆谨言的手指轻轻抚过药材的表面，语气平静如水。在乎啊。在乎什么？他抬起头看着苏念。在乎你能不能健康些。苏念被这话说得一愣，他张了张嘴，最终却什么都没说出来。他背过身去，语气强硬地丢下一句：你少自作多情了。然后快步离开药房。苏念回到房间，一头倒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回想着白天陆谨言说的话。在乎你能不能健康些。这句话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心里。小姐。芙蓉小心翼翼地推门进来。您今天成功了吗？苏念用枕头捂住脸，闷闷地回答。失败了，而且失败得很离谱。他猛地坐起来，目光炯炯地看向芙蓉。但我就不信他会一直对我这么冷静。他握紧拳头。从明天开始，换个方向攻击。芙蓉连忙点头。小姐放心，我支持您。窗外寒风徐徐，但苏念的心里却燃起了一团火。晨光穿过窗棂，苏念坐在雕花圆桌旁，手里把玩着一块手帕。芙蓉站在他身边伺候着。小姐，今天还有什么大计划吗？苏念皱了皱眉，盯着桌上的茶盏沉思片刻。昨天想从童年入手刺激陆谨言，结果不仅莫让他厌恶我，还把他感动了一回。这次我不动感情牌了，直接动手搞事。芙蓉惊讶地张大嘴。搞事？怎么搞？苏念嘴角勾起一抹算计的笑容。他的枕堂最近不是在治一个大户人家的老夫人吗？我要让他的诊治出问题。芙蓉连忙摇头。小姐，这太危险了吧？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？苏念冷哼一声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我就想看看他这次还能不能保持那张死人脸。枕堂内药香弥漫，一位穿着华贵的老夫人正坐在椅子上。陆谨言低头为她把脉。苏念悄悄推开枕堂的后门，用披风掩住身形。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小撮无毒但会导致短暂头晕的草末，轻轻撒进了陆谨言刚刚配置好的药材篮里。他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。这下看你怎么收场。他正准备悄悄离开，忽然听到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。苏念。他吓得转身，
就看到陆谨言正站在他身后，目光淡淡地看着他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苏念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摆出一副不慌不忙的模样。我只是路过啊，顺便来看看你枕堂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。陆谨言低头扫了一眼药材篮，眼神微微一沉。苏念，你是不是动了我的药材？苏念连忙摆手，我哪敢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人胆小。陆谨言抬起眼看着他，目光深沉。是吗？苏念被他看得有些心虚，刚想说什么，就听到老夫人那边传来了一声轻咳。陆谨言立刻转身走过去，熟练地诊查起老夫人的情况。苏念站在原地，暗自松了口气，果然是个医生，一有病人就顾不上我了。片刻后，陆谨言端着药材篮走回来，手指轻轻拨开药材，忽然从里面取出了一撮他刚刚放进去的草末。苏念暗叫不好，正准备悄悄离开。苏念，陆谨言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他只得硬着头皮转过身来。你确定没碰过我的药材？苏念尝试装傻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。陆谨言冷笑了一声，是吗？那你过来尝尝这些草药的味道。什么？苏念瞪大眼睛，你让我吃药材？陆谨言的眼神冰冷，如果你确定没动，那这药材应该没问题。苏念气得牙痒痒，但他又不能当场承认自己搞鬼。他咬咬牙，刚要伸手去拿药材，却听到陆谨言开口，算了，我知道是你动的。苏念心里一惊，你怎么知道？陆谨言淡淡道，这些草末无毒，却能让人短暂头晕，我认得。苏念顿时语塞，芙蓉早已在门外偷听得满头冷汗，此时正躲在门框后捂着脸小声嘀咕，小姐这次真的玩砸了。小朗刚从另一边搬药材回来，看到芙蓉鬼鬼祟祟的样子，不禁冷笑，你家小姐又做什么蠢事了吧？芙蓉气得转头瞪他，少爷还不是你家主人，冷得像冰山，还不是靠我家小姐让他活络活络。小朗一挑眉，活络？你家小姐这叫添乱。芙蓉怒气冲冲地反驳，那也是热心肠，总比你少爷冷住脸好。小朗懒洋洋地靠在门边，冷脸又怎样？少爷救人时可比你家小姐嘴炮时厉害多了。芙蓉气得跺脚，你再说一遍试试。小朗耸耸肩，说就说，嘴炮。芙蓉做事要扑上去，小朗早有准备，快步闪到枕堂里去了。就在苏念以为事情彻底搞砸的时候，陆谨言忽然转身对他说，你还记得老夫人是什么病吗？苏念一愣，下意识脱口而出，脑血虚弱导致晕眩。陆谨言点点头，刚才你放的草末虽然是恶作剧，但它反而证实了一件事，老夫人的晕眩其实与血虚无关，她只是对某些药草轻微过敏。苏念瞪大眼睛，你说什么？陆谨言的嘴角微微上扬，你的恶作剧帮了大忙。苏念躺在床上，盯着系统面板上依然未灵的厌恶值，气得用枕头狠狠砸了床几下。芙蓉站在一旁默默递来一杯茶，小姐，您别气了，最起码今天算是帮到少爷了。苏念咬牙切齿，帮到？我明明是来破坏的。他狠狠吸了口气，躺回床上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要换条路线了，绝对不能再被反向利用。夕阳渐渐落下，一抹橘红色的夕阳光透过假山的缝隙洒在地上。苏念一边玩着手中的小石子，一边低声抱怨。芙蓉站在他旁边，一脸担忧，小姐，您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吗？苏念冷哼一声，气？怎么可能不气？我可是来搞破坏的，结果倒好，成了助攻。芙蓉轻声安慰，少爷他性子本来就难搞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努力？苏念猛地站起来，冷住脸说，
这不是努力的问题，他根本不会讨厌我。说到这，他的声音顿了一下，转头看向芙蓉。芙蓉，你说陆谨言这人是不是天生冷血？芙蓉张了张嘴，刚想回答，却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从假山另一边传来。冷血？那声音清冷淡然，带着些许嘲弄。苏念一惊，转身看去，果然是陆谨言。他手里提着一个竹篮，里面装着刚从药田取来的药材。他走到苏念面前，目光平静地看着他。我天生冷血，这话倒有意思。苏念忍住心里的心虚，强作镇定地说，难道不是吗？你从小到大都这么冷，冷得让人害怕。陆谨言微微挑眉，害怕？你怕过我吗？苏念顿时语塞，他捏了捏手指，硬着头皮反驳，谁说没有？你这人冷冰冰的，谁靠近都要被冻住。陆谨言轻笑了一声，是吗？那你怎么从小一直黏着我？苏念一怔，脑海里突然闪过一段模糊的记忆，记得吗？你小时候身体弱，每天跑去找我玩，还要求我背你上山采药。陆谨言的声音淡淡响起。苏念下意识地否认，才没有，那是你自己要背我的。陆谨言低头整理竹篮里的药材，语气依然平静，是吗？那你还记不记得，有一次你为了躲学堂，被老师罚站，是我帮你背书，你才免了挨板子。苏念脑海里的画面越来越清晰，小时候的陆谨言还不是现在这副冷冰冰的样子。他虽然话少，但每次都默默帮他收拾烂摊子。他有些语塞，撇过头轻声说，那是小时候的事了，谁还记得？陆谨言低头轻笑了一声，你记得？苏念猛地回头瞪他，我说了我不记得。陆谨言抬眼看着他，目光深邃，可惜，我记得。芙蓉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忍不住插嘴，少爷，您这记性可真好，连小姐小时候的事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小朗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，听到这句话忍不住冷哼，那是因为少爷心里有数，不然谁会记那些麻烦事？芙蓉不甘示弱地反驳，什么麻烦事？那是我们小姐的童年情谊。小朗冷笑，情谊？你家小姐从小到大只会惹事，少爷要不是心大，早被气死了。芙蓉气得叉腰，你再说一遍。小朗耸耸肩，说就说你家小姐从小。芙蓉怒气冲冲地扑上去，小朗早有准备，快步闪到陆谨言身后。少爷，救命啊！陆谨言冷冷地瞥了一眼小朗，你没事多搬几箱药材，别总躲在我身后挑事。小朗立刻站直，是，少爷，我这就去。芙蓉得意地冷哼一声，再跑啊！中仆的斗嘴虽然结束，但苏念心里的郁闷却越来越重。他看着陆谨言，忍不住问道，你为什么记得这么多小时候的事？你不觉得烦吗？陆谨言低头整理药材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柔和，不烦，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。重要？苏念愣住了。陆谨言抬起头看着他，目光里带着一丝温暖。对我来说，你一直是很重要的人。苏念心里一震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些什么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他转身快步离开假山，只丢下一句话，你少自作多情。苏念躺在床上，盯着系统面板上的数字，依然是0。他气得用枕头砸了床几下，这人是不是有病？我都这样说他了，他还不生气。芙蓉站在一旁，默默递来一杯茶。小姐，别气了，也许少爷是真的没办法讨厌您呢。苏念猛地坐起身，瞪着芙蓉，什么叫没办法讨厌我？这是任务，是目标。他咬牙切齿地说，明天一定要让他厌恶我。他握紧拳头，目光坚定。窗外的月光洒在地面上，照亮了他倔强的眼神。天光微明，
晨光透过木窗洒入苏府大厅，苏念坐在椅子上抱着手臂，眼神微微发愣。芙蓉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边，小姐，今天还有什么计划吗？苏念没有回答，只是低头看着桌上的茶盏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悠悠地说，芙蓉，我突然觉得这个任务有点不对劲。芙蓉一愣，小姐，怎么了？苏念皱着眉头，仿佛在自言自语。从一开始，我做了这么多让人讨厌的事，他却始终不生气，反而越来越温和。他抬起头，眼中多了一丝迷茫。难道我真的失败了吗？芙蓉轻声安慰他，小姐，也许少爷是因为……芙蓉的话还没说完，大厅门外突然响起了脚步声。陆谨言提着药箱走了进来，目光如常地看向苏念。有事吗？苏念猛地站起身，拍了一下桌子。陆谨言，我今天一定要让你讨厌我。陆谨言微微挑眉。哦，你要怎么做？苏念眼神一转，突然想到了最后的大计划。他假装生气地指着陆谨言说，我这么多年一直对你说话客气，是因为我懒得计较，你别以为我真的把你当回事。陆谨言静静地看着他，眼中依然没有一丝波澜。说完，苏念故意拿起桌上的茶盏，用力砸在地上，啪的一声，茶盏碎裂。苏念瞪着他，想看他生气的表情。然而，陆谨言却慢慢走到他面前，语气依然平静。砸完了，心情好些了吗？苏念愣住了。你……陆谨言轻轻叹了一口气。苏念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因为这些小事讨厌你？苏念的脑袋瞬间一片空白，他瞪着他，有些不知所措。你什么意思？陆谨言看着他，眼神变得柔和而深邃。从小到大，你不管做什么，我都只觉得你可爱。苏念呆住了。可爱？陆谨言点点头。对，我怎么可能讨厌你？他的声音低沉而柔和。因为喜欢你的人是我。这一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苏念心头，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，恭喜宿主，任务完成，厌恶值达到-100。-100？苏念完全傻住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门外的芙蓉和小朗正站在一起偷看这一幕。芙蓉捂着嘴惊讶地说，天啊，少爷居然喜欢我们小姐。小朗翻了个白眼，少爷喜欢你家小姐有什么奇怪的？反倒是你家小姐什么都看不出来，才叫奇怪。芙蓉气得瞪他，什么意思？我家小姐聪明得很。小朗嗤笑了一声，聪明？那她为什么做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，少爷还能忍？芙蓉叉腰说，那是因为少爷的脾气好。小朗摇摇头，一脸无奈地说，脾气好什么呀？那是喜欢都快溢出来了好吗？芙蓉愣了愣，随后羞愤地跺脚，那还不是因为你家少爷表白得太慢。大厅内，苏念依然愣愣地看着陆谨言，你喜欢我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陆谨言淡淡地笑了笑，从很久很久以前。苏念低下头，内心翻江倒海，他明明是来完成任务的，回到现实世界才是他的目标，可为什么现在听到他这句话时，竟有些舍不得离开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抬起头看着他，陆谨言。他轻声应了一声，苏念深吸一口气，嘴角微微上扬。那好吧，既然你这么不讨厌我，那就继续照顾我吧。陆谨言愣了一下，随后嘴角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。好。当苏念躺在床上时，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宿主，任务已完成，是否选择离开？苏念愣住了，他握紧了拳头，心里挣扎着。离开的话，我真的可以回到现实世界，可如果留下来……他忽然轻声笑了笑，目光变得坚定。
新春将至，后院的梅花已经盛开，雪白的花瓣点缀在枯枝间，带来一丝春的气息。苏念站在梅树下，看着远处正忙着诊治的陆谨言，嘴角带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小姐，芙蓉端着一盘热茶走过来，您看少爷忙得连饭都没吃，您怎么还笑得这么开心？苏念挑眉，看了一眼手中的小石子。芙蓉，你不懂，有些人就算再冷，也得服从命运的安排。芙蓉满脸疑惑，命运的安排是什么？苏念一笑，将小石子往不远处轻轻一丢，石子正中陆谨言的竹篮，发出清脆的一声响。陆谨言抬起头，看向苏念。苏念，又想搞什么？苏念笑得一脸无辜。陆医生，你忙了一上午，该谢谢了吧？陆谨言收起竹篮，缓步走到他面前。你不忙着惹事了？苏念耸耸肩。现在有你罩着，我才懒得动手。陆谨言无奈地摇头，却带着一丝温柔的笑意。不远处，芙蓉和小朗站在一起，偷偷看着这一幕。小朗靠着树，一脸恼火地说：你家小姐是怎么回事？每天不是惹少爷，就是扰少爷。芙蓉得意地说：那是因为我家小姐有这资格，不像某些人只能在旁边酸溜溜地看着。小朗冷哼一声：酸？你家小姐这叫专业麻烦制造者，少爷要不是心大，早被他气得半死了。芙蓉叉腰瞪他：心大怎么了？心大才能容得下小姐这么可爱的人。小朗无语地看着他：你这叫盲目崇拜吧？芙蓉回嘴：你这叫没眼光吧？两人斗嘴的正欢时，陆谨言和苏念已经转身往大厅走去。小朗无奈地耸耸肩：行吧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家少爷这次算是彻底栽了。芙蓉得意地笑了笑：那当然，毕竟我家小姐是独一无二的。大厅内，苏念坐在榻上喝着热茶，陆谨言则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调整药方。陆谨言，苏念忽然放下茶盏，开口叫他。陆谨言抬起头看向他：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，你会怎么样？陆谨言愣了一下，随即轻笑了一声：你以为我还能让你走吗？苏念一怔，随即故作不在意地撇开视线：说不定我哪天就消失了呢。陆谨言走到他身边，坐下来：你可以试试看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温柔：但我会找到你，把你带回来。苏念的心微微一颤，他低下头，没有再说话。夜深人静，苏念躺在床上，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宿主，任务已完成，请确认是否返回现实世界。苏念沉默了片刻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口道：系统，如果我选择留下来，会怎么样？系统的声音依然平静：宿主将永久放弃返回现实世界的机会，留在当前时间线。苏念握紧了拳头，目光中闪过一丝坚定。那好吧，系统，确认选择留在当前时间线。是。系统的声音渐渐消失，苏念的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平静。他躺在床上，嘴角带着一抹轻笑。现实世界又怎样？这里才是我的家。几个月后，苏府内的诊堂门庭若市，陆谨言忙着诊治病人，苏念则坐在门边，翘着二郎腿，喝着茶。小姐，芙蓉小跑过来，将一份点心递给他。您就这么看着少爷忙吗？苏念笑着点头。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？毕竟他喜欢我吗？芙蓉无语地看着他，忍不住小声嘟囔：小姐脸皮还真厚。苏念听见了，扭头瞪他一眼：你说什么？芙蓉立刻摆手：没石磨，我说小姐天生丽质。苏念哼了一声，抬起头看向远处的陆谨言。阳光下，他的身影依旧冷峻而沉稳，可在他眼里，却比任何人都温暖。他轻声说了一句：陆谨言。
还好你是你。